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ChatGTS。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文本专语模型，它可以把文字呢转换成对应的这种声音。我自己也试了一下，这个项目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出色，非常的棒。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是非常的火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关注人数啊17.3万人，也可以从侧面呢证明这个项目的一个效果确实是非常好。那么下面呢需要给大家说一下，这边它这个项目呢目前只能用于这个教育和研究用途啊，不得用于这种商业用途。就如果大家商业想要用的话，那么可能还是需要再稍等一下。它目前为止没有开放这个功能。然后下面呢，它告诉我们说，为了限制这个 ChatGTS 的这种使用呢，它在这个模型的训练过程中添加了这种少量的高频噪音，在这个生成这个声音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得到这个少量的高频噪音，那么这个声音的效果可能不好，因为它故意加进去的，所以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。其他没有什么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合包。那么这个是整合包啊，总共有3个。那么这个呢是官方的原版，那么这2个呢是这个在这个官方原版的基础上去做的一些优化调整，是我在网上搜到的。它这个官方原版呢确实存在一些 bug，比方说不能生成长文本。本来我是打算自己改的，但是看了一下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修改了，所以咱们也就不用去浪费这个功夫了，直接给大家推荐2个，我使用了之后呢发现就是效果比较好的2个项目。推荐给大家，这个呢，大家喜欢哪一个你就下载哪一个。我们来看项目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的原版，这就是它的使用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选项比较少，大部分是不需要你修改的。那么大家主要需要了解的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呢我们先取消掉，它是对文本进行优化，因为它这边其实有一些这种大家看这个啊，细腻度的控制，那么它可以预测和控制这种韵律特征、笑声啊、停顿这些东西呢，是通过这个选项来添加的。这个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演示。那么这些东西啊，大家保持默认就行了，不需要修改。那么下面这个选项，这是这个声音，这个数值改的是呢，会这种声音会随机发生变化。它这个项目一个比较出色的地方就是这个，它这个声音呢有很多很多这种随机啊，这个是非常棒的。这个大家可以随便去改。这边呢有个随机按钮，点一下呢，这边这个值就会变。这边我就不点了啊，因为它这个这个声音效果挺好的，待会儿给大家听一下。这个文本的这个随机呢，就是会对这句话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插入，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，在这个地方插入停顿，或者这个地方插入停顿，这个呢是随机对这个文本呢进行一些修改，插入一些停顿词之类的。那么这个其实你改不改都行，无所谓的。我们就直接看一下这个效果吧，这些都不用改，直接点这个就行了。那么它这个生成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我们稍等一下，大家看到。那么这个项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进度条的显示啊，它是有问题的。大家看，它不会走到这个末尾，它在中间就会停下来啊。大家看，已经停了。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可能是没有做完，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声音它已经做完了。这个我们可以听一下。四川美食确实以辣闻名，但也有不辣的选择，比如甜水面、赖汤圆、蛋烘糕、叶粑等这些小吃，口味温和，甜而不腻，也很受欢迎。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效果，声音确实是非常的棒。那么这边是它这个对这个输入文本啊进行的一个修改。那么我们刚才说这边这个随机按钮，这个文本的随机啊，那么它其实就是对这个文本的随机。那么我们来把这一项勾上，对文本进行一个优化啊，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变化。那么点一下，这边稍等，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好，这边出来了，大家看这个文本这边呢插入了一些这些符号，这些符号代表停顿。那么这个随机，比方说点一下，它会对这些东西的去进行修改。当然，这个你想看到效果的话，需要重新点击这个生成按钮，这边才会变。好，我们直接听一下这个声音。四川美食确实以辣闻名，但也有不辣的选择，比如甜水面、赖汤圆、蛋烘糕、叶粑等这些小吃，口味温和，甜而不腻，也就很受欢迎。大家看到这个停顿呢是按照我们这边插入的这个符号来的，这就是这样。这个官方的原版呢比较简单，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功能，这个我们就说完了。我们接着看剩下的2个这种修改过的这些项目，把它关掉。那么这个我们往回退，先看这个啊，这个界面相对稍微简单一些。这边就开了啊，大家看到也是这么一个界面，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。咱们输入一段文本，这个文本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做演示的一个文本。太长的话，你就把它分一下行。它这个工具是每一行会生成一段声音，最后全部生成完之后呢，会把声音合并到一起，它是这么一个原理。
那么这边音色这边大家可以随便选，就这个吧。音色种子值就是咱们刚才那个声音的随机种子啊，如果不填的话就是随机，这个咱们就不填了。这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这个停顿，不建议大家填这个东西啊。填上之后呢，它这个项目现在呢有一些小 bug 啊，当然这个大家如果想填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那么填的格式就是这个格式，你把这个格式把它这个2个中括号之间把这一串字符啊全部写进来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些不要改，这个呢咱们刚才说了啊，对文本进行优化，直接点这个合成就可以了。这边呢它在运行，那么这边呢它多了一个这个导入 txt， 如果你有这个文本，你可以放到这个 txt 文件里面啊，然后通过文件来导入。好，这边跑完了，生成的文本比较长啊，总共是40.02秒啊。这个我们来听一下，这个声音在这儿。亲爱的暴雪玩家们，好久不见，我们即将重聚。刚刚国服官宣确认回归，为此我们欣喜若狂又倍感责任，所以希望这封信可以解答您的部分疑惑，并且分享一些我们的愿景。协议已经签订，但我们仍需要不短的时间来进行开服的技术准备，比如我们需要重建新的服务器机房，恢复各类数据等，不能很快为您送上暴雪全家桶。我们非常抱歉，无论是网易或是暴雪，都将全力以赴缩短您的等待。各游戏将依次开启，第一款回归的游戏将在夏天与大家重逢。这个就是它的声音啊，我们大家听到了，这个声音的效果确实不错啊。不过它这个有个问题呢，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就是它这个语句啊，声音有一些起伏啊，就有的高有的低，甚至声音上呢其实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，我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？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因为它那个代码里面它自己加了一些这种随机数，那么它加这个随机数的原因呢，也是因为基于咱们前面的这个原因，合乎道德的使用这项技术。这个是它确实是为了防止大家不道德的使用它，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。行，我们这个项目就介绍到这儿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。这个第3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。这个第3个项目它比较全，它的功能需要稍等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第3个项目的界面，大家看到了，它这个呢功能非常的全。当然了，你要喜欢更简单一些的，当然也没有问题啊。前面2个大家可以自己选。我们来看看它的第1个功能，叫音色抽卡。什么叫音色抽卡呢？因为咱们之前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界面呢，它也是有这种声音的这个种子，随机种子，每一个种子都代表一种声音。这样的话就是说，因为声音很多嘛，成千上万声音，那么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记录这些声音。我们来点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就是对这段声音进行一个随机种子的一个生成，就是它会自动默认2个随机种子，然后呢去生成2段这种音频，然后呢让大家自己听一下啊。如果说你喜欢哪个声音，比方说咱们觉得上面这个声音好，那么你就把这个声音可以保存下来啊，保存到这个地方啊，这就叫随机音色抽卡。那么之后咱们再使用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填这个种子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声音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它也是不全的，这个项目本身的问题，实际上它已经跑完了。这边声音出来了，它给我们随机了2个声音，咱们来听一下。四川美食确实以辣闻名，但也有不辣的选择，比如甜水面、赖汤圆、蛋烘糕、叶儿粑等，这些小吃口味温和，甜而不腻。好，这第1个声音，我们再来听下一个。四川美食确实以辣闻名，但也有不辣的选择，比如甜水面、赖汤圆、蛋烘糕、叶儿粑等这些小吃口味温和，甜而不腻呢，也很受欢迎。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，喜欢运动，喜欢旅行，喜欢尝试新鲜。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假如说咱们喜欢下面这个声音，那么你点一下保存，那么大家看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1882，这是你的这个种子的数量，这个可以改，我们给它改个名字叫你好，那么就说明我们喜欢这个声音，你可以给它命名，点这个保存，如果不点的话就没了。那么这个种子数大家可以调，也就是这边每次抽卡的声音，这个没啥可说的。那么咱们长音频这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1882。这边这个声音呢，我们就用这个1882，这咱们刚才抽出来的这个话还是这句话。你看看其他有一些这种参数啊，语速，默认的效果就最好的。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选啊，咱们来给大家听一下。比方说就这段话，然后我们先不改，直接点那个生成音频，来听一下。趁着功夫呢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标点符号。这个标点符号它目前为止对这个逗号和句号的支持度比较高，这2个符号呢可以有正确的停顿效果。其他的符号呢，停顿效果可能不太好，或者是会出一些问题，所以大家在输入文本的时候，尽量的去选择这个逗号还有句号啊。我们来听一下。
四川美食确实以辣闻名，但也有不辣的选择，比如甜水面、赖汤圆、蛋烘糕、128等这些小吃口味温和、甜而不腻呢，也很受欢迎。这个效果确实不错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改一下这边这个选项，这个语速呢我们可以随便把它调快一些，口语化把它拉到最高。这个口语化越高呢，它说出来的声音呢，它跟我们正常的说话的这个效果越像。当然太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，这些就不改了啊。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，这个我们来听一下。四川美食呢，确实以辣闻名呢，但也有不辣的选择，比如呢甜水面啊、赖汤圆啊、蛋烘糕啊、128啊等这些小吃呢，口味温和，甜而不腻呢，也很受欢迎。大家看听到这个口语化呢，就确实是比较多了，更像我们正常说话的声音。这个口语化这个效果确实不错。那么其他就不给大家演示了，都比较简单，大家自己拉一下，自己看一下效果就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后一个功能，就是角色扮演。那么这边是它的一些文字，这个大家看到了，有旁白，年轻女性了，中年男性之类的，那分着角色来说话的。那么这边呢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通过这个 AI 然后来生成一个脚本。这个我们先来跑一下这个例子，这个有个提取角色，这个提取角色呢，就是它会自动把这个符号前面的这个人物角色把它提取出来。我们别点一下，它这边就有了。当然这个的话，可能这个后面的种子没了。我们来刷新一下，我们还是用它默认这个。第一步呢，它已经做了，这个我们直接点第二步就行了。这边生成声音，那么我们来说这边的选项。这个呢，它提供了3个模型，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去选择。如果你是第一个模型有的话，那么你把你这个 API 的地址以及这个 API key 都输入到这里。我这边没有，所以我们使用这个第二个。第二个呢，你可以自己去注册，这边有个这个网页，大家点开自己注册。这边我已经注册好了，这个我就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不能复制了，我再创建一个，复制一下，然后把它贴过来，我贴到这儿。那么前面还需要个地址，把这个页面的网址输过来就行了。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 AI 脚本，然后来生成这个脚本。那么这个应该是做完了，听一下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小红帽就准备去森林里看望他的奶奶。小红帽说：“紧的话，我要给奶奶带点好吃的。”进森林里，小红帽遇到了那个狡猾的大灰狼。大灰狼说：“大孔帽，就是你的篮子里装的是什么？”小红帽回答：“然后这是给奶奶的蛋糕和果酱。”然后大灰狼心生一计，决定先到奶奶家等待小红帽。当小红帽到达奶奶家时，他发现这个大灰狼伪装成了奶奶。小红帽就是疑惑地问：“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，点一下，这边我们稍等就行了。假如说这边连接的时候发生了错误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你把这个刷一下就可以了，就这么来回点一下。那这可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，它的代码里面这边出来了。我们提取角色，那么它还是刚才这几个角色，那我们这一步就省掉了，然后直接点这个生成音频，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听一下。在古代中国，花木兰是一位英勇的女战士，她以男装参军，保卫国家周数。这个人呢，一位文豪，以其深刻的文学作品影响着世人。一天，花木兰在战场上英勇作战，周数人呢则在后方用笔为战士们加油。花木兰就大声喊道，然后为了加圆冲啊，周数人则默默地在这个纸上写下：大士们的勇气是我笔下最美的那个风景。大家听的这个效果其实挺搞笑的。这边刚才有一点问题啊，我们可以多去试2次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这个整体这个工具呢就这样。3个工具，有简单的，然后也有复杂的啊，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。大家拜拜。